你就按照300户的地基设计就行。我们这边想再加上一个菜市场，不用多么豪华，就用帆布弄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，还要预留出自来水、祠堂等位置。绿化要做吗？要，但不要什么冬青之类的，全用树，最好在主干道上栽上榆树和槐树，家门口用柿子树。大爷，要不要现在就弄上自来水和暖气？那要多少钱？不会过日子，先把房子盖起来再说。大爷，您下午召集一下村里的学生们，从明天开始，大家要听候小翠的吩咐，开始丈量面积，争取2天之内完成，年后再征求大家的意见，把规划图定下来。将来谁家再建新房子，必须按照我们的规划来。明年咱们村的红砖用量会非常大，我建议咱们先开一个砖厂，现在到处都在搞建设，要不明年的砖就不好找。还有咱们的路也可以用砖铺，要是用水泥硬化路面，需要的水泥太多了，不好买。我们几个正在商量建砖厂的事情呢，现在咱们缺懂烧砖的技术员，我们打算先去和其他砖厂接触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人家帮咱一把，和咱村里一起成立一个砖厂。我已经让人去隔壁镇上请人了，要是能请过来，让人家看看咱村哪里的土适合烧砖。我们统计了村里有一番盖新房的人家，有150多户，这个砖的用量可不小，这么一大块肥肉不能让别人吃了。还有建筑队的事情，咱们村里的人不够用的，并且还要下海打鱼，我们商量着能不能从不靠海的村子里找一些人过来帮忙，好好规划砖窑，年前争取把窑挖好，明年就开工。杨叔，你咋来了？小翠昨天回去后和我说了你们村的事情，我就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可以提出来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们解决一下。我看过小翠的草稿，枯河村搞得很大，以你们村的实力能完成吗？没问题的，咱们现在缺机器，砖窑完全靠人工挖，至少要半个多月。要是有机械参与会快很多，还缺水泥，水泥的事情还没着落呢。县里的建筑公司会帮你们把砖窑建起来，水泥也没问题，不过不能以计划内的价格给你们。太好了，领导一来就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。如果明年县里的建筑公司也能帮我们把房子修起来就更好了。你这个支书得寸进尺了哈！现在全县都在大搞建设，县建筑公司哪有这么多人帮你们？没事，只要来几个技术员就行，我们不缺干活的人。我已经跟附近几个村打好招呼了，他们会出人，一人1天1块5，要多少人有多少人。行，回去我开会商量一下。你们这个规划可是大手笔，县里让我回来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，如果没有意见，县里会安排人正式出图。这不是杨小翠负责的吗？杨高官让我特意说一下，杨小翠要去上大学，后面的事情他靠不上，你们村的项目由县里的建设局接手。同志，县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杨高官想把新农村的建设全盘接手，杨高官特意交代过，一切以你们的意思为准，我们只是帮你们协调，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草图，县建设局会完全按照这个草图来细化，这点请你们放心。那就好。过完假期，李茂和杨小翠又回到了燕京。陈先生打回电话来说，矮子国政府的监管部门盯上华为了，警告我们不得向银行贷款外汇，只通过高盛融资。咱们什么时候贷款外汇了？不是一直向高盛融资吗？陈先生给您买了一套房产，是贷款外汇2亿日元，才2亿日元，他们就管起来了。他们是怕我们继续这样操作，提前警告的。陈先生说，股票还要好几个月才能吸纳完毕，大量的国际热钱开始涌入矮子国的股市。高盛和其他几家大的投行和基金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，希望我们也能一起遵守，这样大家的利益才能最大化。这个没问题，反正又不是割我们自己的羊毛。任天堂那边已经同意试用一下我们的单片机，第一批订购了10万片，华为电子已经开始组织发货了。日立公司那边可能有麻烦，他们公司高层说，可能漂亮国已经开始和日立公司接触了，希望日立公司能把芯片制造业搬迁到漂亮国，但日立公司拒绝了，日立可能会面临漂亮国的打压。让陈家好和日立公司接触一下，日立公司的芯片专利、技术以及制造设备，只要他们想卖，一律买下来，钱不够从港岛贷款，以港岛华为作为抵押。老板太冒险了，完全可以把资金从矮子国股市上撤回来再购买，万一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华为系可就危险了。矮子国股市的钱不能动，只要日立公司同意买，就从港岛这边贷款，在漂亮国花钱找游说团队，说服漂亮国同意我们接手日立的技术和设备。行，童先生打电话说，任天堂的代工已经谈妥了，代工费是9美元一台。任天堂的工程师已经到华为电子去考察了，准备3月中旬开始安排试生产。一旦试生产成功，任天堂将会交给华为电子大量的代工业务。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？暂时是来料加工，任天堂提供所有的零部件。童先生已经和任天堂商谈好了每个材料的价格，等正式投产后，如果我们提供的零部件合格，他们以现在商谈价格的80%采购。那还行。李茂出事了，答应试用单片机的厂家纷纷退货，因为有些无线电厂和魔都电子厂提供相同型号的单片机，价格只有华为半导体的2/3。任天堂那边也接到了魔都电子厂的报价单，每片单片机0.8美元，比我们的低了0.4美元。他们的图纸是哪来的？我不相信他们有心思去分析咱们的单片机结构。是我手下傅军干的，他把图纸给了有锡电子厂，没想到有锡又把图纸给了魔都电子厂。他人呢？他去有锡找成厂长了，让他们别再生产了，让他不用回来了，在家抱孩子吧。书面通知任天堂、魔都电子厂的产品未得到我公司授权，向有锡无线电厂和魔都电子厂发函，按照新专利法的相关规定索赔，至少是研发费用的10倍价格。如果对方不同意，那就起诉，加快和日立的谈判，先把他们已经淘汰的设备弄一批过来，咱们自己建造生产车间，设备差一点就差一点吧，总比被别人卡脖子强。咱们是外企，告国企能行吗？不管能不能行，必须告。以后谁敢再侵权还要告，即便是输也要告。还是那句话，要是他们同意拿他们的技术来换也行，要是没
没有我们看不上的技术，那就让他们赔钱。徐里从今年暑假开始正式开展华为半导体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，全国高校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参赛，分2个项目进行，一个是利用华为单片机设计相应的产品，一个是设计单片机或者芯片，设中奖。凡是组织参赛的大学，华为一律赠送1000片单片机。好的，一旦能顺利完成这个大赛，华为半导体在业界的名声会非常响亮。电子系的学生们熟悉了华为的单片机，在以后的工作中肯定会率先使用华为的产品。我们几个老家伙准备活动，去魔都看看。魔都电子厂的厂长姜鹏是我的学生，这么多年不活动了，很多人都把我们忘了。老虎不发威，真当我们吃不动肉了。毕竟咱们还需要他们代工，就算咱们自己建厂，最快也要明年了。有些电子厂那边是指望不上了，咱们还是要以完成订单为主。什么？日立要求用日元支付，为什么不用美元？老板，不止您知道日元在升值，大家都知道，何况咱们还把付清全款的日期拉长到了5年时间，生产线作价200亿日元，折合1亿美元左右。如果算上将来的汇率损失，大概也要1亿5千万美元，先期要支付80亿日元，折合4000万美元。跟佟大卫联系了吗？港岛华为能抵押多少钱？联系了，汇丰银行可以提供净资产的50%，大概5000万美元左右。为什么这么点？一般不是都能提供80%的贷款额度吗？因为我们的资产都在股市上，不确定因素太多，他们没法预判将来的股市走向，所以只敢提供50%的额度。我记得高盛也提供抵押贷款啊，为什么不找高盛？高盛已经提供了融资，如果再提供抵押贷款，风险太大了。老板，咱们的负债率太高了，所有的银行业都不敢提供贷款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你们继续进行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老板，要不咱们少要那条4英寸晶圆生产线？不行，4英寸的生产线还是中高端芯片的主流设备，等过了这几年的时间，再想弄到4英寸的难度太大。那不要3英寸的？不行，3英寸是咱们国内的主流生产线，现在到处缺芯，弄回来就有大用处。再等等吧，2条生产线必须弄回来，实在不行就从矮子国股市撤回点钱来。这学期过得很快，一放假李茂就去了深成华为电子厂。电子表已经全部国产化了吧？电子表全部国产化，其他的除了计算器芯片、录音机磁头外，全部国产化了。任天堂的游戏机呢？机壳已经完全国产化，部分单片机用的是咱们自己的产品，其他的正在慢慢的增加。矮子国那边的实验室测试合格后，才能进入他们的产品体系。螺丝不能国产化吗？一颗极小的螺丝竟然要好几分钱。大一些的螺丝正在矮子国的实验室做实验，小一些的不行。咱们国内产品的强度和韧性达不到人家的要求，深成衙门比我们还着急，他们帮着给几个轻工业大城市发了函，希望能帮着解决一些难题。不过现在送过来的样品都不合格，再等等吧。工人的收入怎么样？普通女工1个月150块钱左右，高的能达到200块，是其他厂子工人的2、3倍。嘉豪在矮子国的布局快完成了，听说高盛的资金也快结束了，你是准备去那边视察吗？不去看看不放心，这么大的资金量，怎么小心都不为过。最近我家老爷子一直跟我诉苦，现在港岛的电子厂全完蛋了。华为电子是全方位轰炸，你看着吧，弯弯和矮子国的电子手表也不能幸免，不把这帮人打趴下，咱们怎么垄断这么大的市场？矮子国衙门已经同意，国内派过来的技术员正在熟悉设备，部分技术员由魔都电子厂和有锡无线电厂提供。日立和索尼这次非常麻烦，是不是漂亮国在针对日立和索尼？是的，尤其是日立。听说漂亮国正在调查日立公司，是促成日立同意这次合作的主要因素。他们想回笼一批资金，应对即将到来的刁难。漂亮国已经禁止日立的芯片出口了吗？倒是没有限制出口。听说日立的芯片涉及到了漂亮国的国家安全，一旦他们的调查成立，日立的芯片真有可能被禁止出口。股市怎么样？还是在缓慢上涨，最近上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，比年初上涨了大概20%，和港岛的套路一样。现在唱衰，让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放出手里的筹码，等将来大机构出货的时候，又开始唱多，让普通百姓替他们接盘子。资本的套路是一样的，咱们静观其变的就好。对了，高盛私自买入了索尼和日立的股票，还问我们跟不跟。这是在给我们挖坑啊！毕竟我们多吃一块肉，他们就要少吃一点。日立他们很快就要被打压，股票会直线下降，让我们跟投，估计华为就一去不复返了。怪不得当时高盛一个劲的和我说，他们非常看好日立公司，希望我们作为一致行动人一起操作一把。原来根子在这里啊！幸好我说要告诉你才行，否则我脑袋一热可能就杀进去了。这帮人太不地道了，对待友军下手。操作先暂停，留下1000万美元，后续再看。你这是防备高盛对我们下手？对，也是迷惑高盛的一种方式，让高盛摸不准我们的脉搏。凡事还是小心点好，少赚点就少赚点吧。在矮子国待了半个月，李茂直接回到了村里。大爷，咱们的公司批下来了吗？下来了，不过名字和以前的不一样，华夏光明实业股份公司。太好了，股份公司比光彩实业公司更进一步。这是好事吗？股份的事情那是旧社会才有的，咱们叫股份公司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比咱们预想的要好。县里说什么时候送证件过来了吗？后天市里把证件给咱送过来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下来了。你说说咱们都需要准备什么？我好提前准备起来。第一件事，赶紧去做块牌子，后天请市里和县里的大官一起接牌子，通知一下全村，家家户户打扫卫生，迎接咱们的营业执照，买点鞭炮，后天的时候好好庆祝庆祝。行，明天你家杀2头猪，算在公司的账上，下水让你爹卤好了送过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东风也来了，咱们村要开始发展了，家家户户有电话有车的日子不远了。
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杨叔，上面怎么会承认我们的股份公司呢？说到底还是你们的工作做得细致，你们上报的公司章程非常详细，上面几乎挑不出毛病来。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后，才决定把你们的公司名字带上股份2字。要不是为了讨论你们的事情，其他3家公司早就拿到营业执照了。要是再带上有限责任公司就好了。那我们是第1家股份公司吧？不是，第1家是燕京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，但你们是第1家民营股份公司。小子，别不知足哈！你们的经营范围也是按照你们的申请全部加上。后天我和市里的领导一起去你村，小翠也跟着一起过去，看看你们村建设到什么程度了。没问题，这次谢谢杨叔的帮忙了。你们村这次搞得真的不错，连王帮都说想在你们那里买套房子住下来。后天好好表现，争取得到更大的政策。更大的政策，后天来的领导官挺大呀。后天你就知道了，你们好好准备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杨叔，我们一定好好准备。对了，我听小翠说你在燕京也买了一套4合院，她说你说的以后会大涨价。京城的院子有投资前景吗？不是一般的前景，大前景。咱们的半导体工厂怎么样了？预计再有半个月能完成1期厂房建设，因为是使用钢结构建造，所以速度快。衙门对我们的帮助很大，所有的钢材都是按照体制内价格购买的。钢结构能满足条件吗？我记得光刻机这些玩意需要恒温恒湿系统。没问题，矮子国那边的恒温恒湿设备，他们亲自设计的，就是造价有点高，小鬼子太精明了。他们原厂的设计图卖了我们50万美元。谁让咱们自己设计不了呢？落后就要挨打，被人家割了韭菜也是没办法。资金还够吗？还行，工资钢等材料比预计的节省了1/3。衙门又协调了市里的建筑公司，咱们可以延后1年支付施工费，勉强够用了。矮子国的第1批设备已经装船了，预计半个月后到。矮子国的工程师会在这指导我们9个月的时间。一定要把这些矮子国人的生活安排好，让他们乐不思蜀，每天灌点酒，让他们把干货掏干净了。如果有想加入咱们华为的，一律高薪，就按照矮子国的工资标准给。对了，您关注过华为电子吗？都是华为系的，怎么可能没关注呢？华为电子发展的比我们好，起码他们的业务开展的很好，利润率也很可观。华为电子有问题吗？华为电子的发展已经脱离了我的初衷。华为电子的这种发展模式也不错，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技术含量不高，对咱们国内各项产业的发展都有好处，可再有前途，也是劳动密集型企业。是啊，他们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。听说华为电子那边接受了几百个小中专毕业生，还有上千名待业青年，衙门对他们非常满意。可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，即便是再发展30年，别人只要有钱就能复制你的模式，无非就是一个厂房和工人的事情。你是想说以前你提到的通讯行业的研发？我记得佟大卫不是已经招了一批人了吗？还没开展起来，这是我最纠结的地方。佟大卫对研发根本不重视，半年多了，研发中心的大楼都没盖呢，指望他是不可能了。你说咱们再重新开个公司或者研发中心怎么样？你可要考虑清楚，要是华为再来个烧钱的项目，咱们可负担不起。如果咱们走一条冒功绩的路线怎么样？你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人，科学院计算机技术发展公司的柳周志。去年柳周志来过我们公司，他们正在研发一款电脑汉字显示系统，有一些芯片需求，我们专门成立了汉卡的芯片项目，进度还不错。计算机所那边总体比较满意，估计再过1个多月就能流片。你的冒功绩的提法和柳周志一模一样，说说你的想法，我帮你参谋一下。现在咱们国内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程控电话，对程控交换机的需求会非常大。我想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专门负责销售、研发程控交换机。你想代理国外的品牌，然后模仿他们？谁说要模仿？是小小的借鉴一下，大部分还是要咱们自己研发。如果你用贸易来养着技术研发，倒是占用不了多大的资金，应该可行。那你纠结的是什么？地点，新公司开在哪里的问题。我的目标是港岛一家通讯设备公司的产品代理权。如果把公司设在深城，方便联系，可又会脱离我们的掌控，天高皇帝远的。要是掌控者和佟大卫一样闭上眼睛赚钱，咱们也干预不了。要是设在燕京，一个是没有税收优惠，这产品税太高了；二是和港岛那边不好联系。我正在纠结呢。可现在国内主要采购的是思科的程控交换机，你想插一手，能插进去吗？这个倒是没问题，每个市级的邮电局都有自行采购的权利。思科吃不了独食，咱们拿下一小块区域就满足了。你是不是想让我去深城？我是实在没人，或者说你推荐一个人也行。说实话，我老了，不想挪窝了。我给你推荐2个人吧，一个是管理型的人才，叫韩轩，现在就在华为半导体任技术管理处的经理，今年48岁，以前是燕京钢铁厂行政处的副处长，去年下海后加入咱们华为半导体。还有一个科学院的院士叫倪向南，汉卡系统就是他带头研发的。倪向南加入华为了？我只是认识，还没加入华为呢。你要是想接触的话，我去牵线搭桥。那就让韩轩南下，倪向南加入华为半导体，我让徐礼去办。如果全职过来，华为半导体的总工程师给他留着；如果是兼职，每年给他100万研究经费，随便他研究什么。国美的发展非常不错，京城内的4家店盈利非常可观。外地的商店建得如何了？外地的不好弄，实在是没有场地，加上老板你要求的把铺面买下来，更难办了。我说的是尽量每个城市的旗舰店买下来就行，还是以租房子为主吧。
那压力就小多了，开店的速度能再加快一点了，争取1年的时间把北方的省会城市占完了。老板是不是觉得太快了？可全国电器的产量每天都在提高，计划价的比例每月都在降低，市场价商品供应慢慢的会非常充足。如果现在不占领这些省会，让别人先开了店的话，咱们会非常被动。我们国家早晚要抛弃计划经济，向市场经济转变。但是咱们国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，那就是商品供应严重不足。商品也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，尤其是轻工